OK， 这里是2K 实验室，我是 Sting， 我是 Griffin。我们这一集是2K26的第一集，我们要讲说2K26在我们上次直播完之后，我们自己体感来讲说，跟2K25最大的差别在哪边？看有没有大跃进，看有没有大跃进之类的。你觉得最大的差别在哪边？我觉得是速度变快啦。对，我觉得节奏变很快，它的 pace 变很快，就是它运球到这边，然后运球上来的时候突然变快，突然会加快，上去之后它有一个加速度，它有一个加速度，然后整体的攻防转换的速度变超快。你只要一拉到篮板，就大家都跑起来了。大家都跑起来，然后跑起来之后马上打完进攻，一波进攻可能10秒就结束了。我们在2K25的时候，我们每节打12分钟，4节大概分数120到130，然后现在就是回归2K24，就是你分数你没有达到150、160，应该就要输了，就是进攻大战了，这太强了。而且我们是开超级巨星哦，我们开超级巨星模式，对吧？而且连那个主巴子他们其实都跑得起来，对，都跑得起来，都跑得起来。上一代是完全跑不起来哦。就是在游戏里面有那个比赛速度，我觉得现在的就是2K5，它不75吧？哦，它直接调高25%的速度。我觉得它就每2年出一个迭代啦，2K24跟2K6是一样。那我在猜2K25可能跟明年2K27又是一样的那种，就是一代进攻强，一代防守强。我就觉得这代就是进攻偏强啊，上一代就是防守偏强这样。然后第二个最大的差别其实就是投篮条嘛，我觉得官方应该是有听到玩家的心声啦，就是他把投篮条算改回来，而且增加很多模式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哦，有一堆，然后他还把2K25的加上来，就是如果大家喜欢这个，你想要箭头，你想要圆环，想要旋钮，是可以用的哦。想玩2K5的投篮条吗？给你，然后把2K24这些奇奇怪怪的都加回来了。然后我们最喜欢用的是这个嘛。哦，这个是2K24的，这是2K24我们最喜欢用的投篮条，它也加回来了。可是它也添加一个蛮好用的曲线，就是最基础的，就是很好看。对，就跟2K24一样。看你们没有买2K25，然后觉得2K5很烂，然后现在2K6，哦，就给你一个好的投篮条。它就放宣传片，应该直接放上这个东西。怀念2K24的投篮条吗？来，就给你一堆一打让你选，让你选到爽。2K26投篮条比2K24弱化一点点，但是比2K5强太多。就是你如果按得好的话，其实绿很容易绿。就如果你是习惯看条的人的话，其实很容易绿。对，而且是包含什么 step back 那些 ，step back 那你随便乱拉都是很大的。你看，就是你看刚刚那个 Curry 的中距离投篮条，这基本上如果没有防守是空档的话，随便进，就是10球进9球。所以如果 2K24你习惯开投篮条的话，其实你是可以开起来的。但如果你在2K24的时候，你就已经是关投篮条的话，这代它都是推荐你关投篮条。虽然我们看到他开投篮条绿窗这么大，可是关投篮条，你如果熟悉这个人球员动作的话，他的绿窗是比他更大的。然后在这个情况下面，如果我们用节奏投篮，重点来了，节奏投篮的话，它的绿窗比我们看到那绿窗还要大。对，我现在用节奏投篮，我就算没有用到绿窗，它也是会绿。你刚刚差了一点点，它也是会绿。它的绿窗就到这么大，你看差很多吧？然后我们就最能体现的就是这个人，因为我们已经关条嘛。然后我现在就是用节奏投篮哦。你看我节奏对，你看它差那么大，它还是可以进。你看我们现在画面的正上方有一个节奏完美，还有时机没有完美。如果你开那些投篮反馈的话，你上面节奏是完美的，你就是会进，你不用看下面时机之类的。所以这代的话，我觉得节奏投篮有点像外挂，就是你就没按好，他直接表明跟你讲说，节奏投篮就是这么强。对，你不需要绿，不需要绿。你用 Curry 这种投，你看差那么多，时机过早，有没有看到？这样也会绿。所以你知道2K 跟你讲说要不要用节奏投篮吗？就是要。我觉得呢，就是因为开条太强了，他要平衡一下节奏投篮，因为节奏投篮节奏不对，其实很容易不会进。你上一代基本上你只要节奏不对就不会进，因为这一代就开条太强，我就觉得他就是要综合了。我降低开条难度嘛，我在降低节奏投篮的难度，都降低了。这一代就是进攻大于防守，而且节奏投篮它会依据你是不是空档而增加你绿框的大小。像你是空档的时候，基本上你用节奏投篮是随便进的。他给你很大的绿窗，你这样飘投我会随便进。而且最重要的是，你2K25不管怎么样，它都是固定是那个投篮动作，那个投篮节奏。但是如果你看我现在完全不放开投篮条，它就变得很慢。你出现顿跌这个动作，你就知道你放开太慢。对，它就好像要落地之后才投出去，因为我们这个是右摇杆完全没有放。然后看我抛投，你就感觉这个老人然后忘记怎么投篮。对，那如果你很快呢？我很快呢，他就直接他这个没有握起来球，他就出去，对，他变 Curry 了，他想变 Curry。One motion， 可是节奏对，你看节奏对就进了，就这样。我们再来讲说，我觉得算是2K26的 bug，
就是抛投。有经历过2K25那个惨痛的抛投经验的人，一定感受出来抛投是怎样都不会进的，这完全没有这些武器库的，真的。然后现在2K26，他把抛投变成2K24的抛投了，我想有一次给大家看。你看这是什么？就刚那个超大，刚那个格是什么？这格到底是什么？那重点是你根本不用靠近篮筐，你差不多在中距离前面一点你就可以抛了。这边就可以抛了，这边基本上挡拆完，只要对面在这边，我不想跳投，就随便抛，直接抛。那个绿窗是什么？那中锋根本对不过来啊，完全对不过来，而且他如果是会抛投的人，那绿窗会更大，而且距离会更远。我觉得你们要玩就是要玩那种小支的，然后速度快会运球的，你就进去一挡拆过去直接抛投，对，超强。而且虽然他刚刚讲说我们要小后卫，但是那种不会进攻的人，像谁？穆迪好了，穆迪中距 F 啊，中距 F， 那我们要抛投。那还是有格，还是可以按，就很简单啊。你看他绿窗有多大，绿窗有多大，而且我们刚刚不是讲说他节奏变快吗？所以抛投准备速度突然快速，对，随便投，人会直接这样起来，对，这太扯了。你感觉你中距不会进，你就抛投就对了。对，我们之后会教学怎么抛投。对，抛投很简单，5个字：淫荡小抛投。然后这一代呢有一个很大的改进，就是 Jokic 变超强。因为2K 总算知道一件事情了 ，Jokic 就是联盟现在天下第一。对，然后就直接你看对面那个华达软喉糖，唐氏300手在台湾，唐氏300手，你看这个一撞，它的那个绿窗会变很大。我只要沉底部上来，你看它直接跳起来，我根本不用转身，它就直接跳起来。对啊。好，那我看我们之前的那个第一位动作，我们的沉底部转，然后按个框。就是很强。你们看到他的绿窗超大，就是禁区优势在2K26的显现超大。像我们之前在直播上面，然后我们快艇打勇士，快艇的 Zubac 遇到 Draymond Green 打爆啊，就是身高的差别在2K26再次加强。对，就是只要我比你高一个头，我就直接在你头上投了。Lopez 不是低位机器哦，他现在三分射手，他连 Draymond Green 也打得掉。假如我控 Draymond Green，然后防守的时候没有跳，那就是没干扰，就是直接在你头上投，就是去你篮球梦。所以你看华达硬喉糖，他如果想要打 Golden， 应该也是可以啦。就是我就卖高啊。对啊，你看他就超高，格超大。如果你看我们看刚防守 ，Golden 其实站在很好的第一位防守位置，他其实站好的，但是我投篮的时候他没有跳。对，我没有跳，就是没有。可是，在上一代他没有跳，他就直接不会进。他只要他的脸有对到华达硬喉糖，对，就是不会进。上一代低位你只要举着手都不会进，那你现在你要跳，你不跳就是直接卖高。这代多了很多低位招式，我们可以先教一个最简单的了，就是贝兰招牌得分技，属于 Jokic 的招牌动作。因为之前在2K25的时候，只有外线有招牌得分技，然后现在2K26为了加强 Jokic 给他一点第一的 respect， 所以他就有一个贝兰招牌得分技，用的方法也很简单，只要按住 L2，然后其他键都不要按，然后右摇杆往上推，它就有一个掰开来的动作。还有这 Jokic 这边转来转去， Jokic 这边转来转去的动作，这是最简单的贝莱进攻招式。那我看一下我华达硬喉糖有没有？有吗？有你看连他都有，这其实蛮强的，就是每个人招式不一样。这就是2K26新增的一个贝兰专用得分技，然后我们之后还会做一期有关2K26低位专门的教学，敬请期待。我们玩过2-3天了，你觉得好玩吗？我觉得要熟悉一下，但是在整个的节奏上啊，比上一代快很多，我是觉得蛮满意的。然后再加一些人物的细节跟那个 pro play 有些变化，然后我觉得进攻的那个样式会更多了。我觉得2K25有些人比较不喜欢的一点就是它进攻的稳定性太差了，就是看你是喜欢进攻还是防守。如果你喜欢进攻的话，这一代就很适合你，就是2K26就是进攻大战，就跟2K24一样。我觉得这一代到后面会被我们玩烂一定会玩烂。我们一开始就已经快玩烂了，因为其实，在2K 我们到最后还没有知道一个无脑有办法进球的方法。我觉得我们现在玩个2-3天，好像就大概知道了。你想想看，如果我们玩了几个月之后，我们会变多强？无脑进攻啊！这集就是我们2K26的第一集，就是跟2K25的差别。等你们拿到游戏之后呢，你们玩一下，或是有任何的想法呢，欢迎在底下留言，我们都会纳入我们未来拍片的参考的主题。那我们就下次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